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？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？平凡人生天真过后，要怎么走？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？谁无狂想不可告人？难忘时光必须散尽，留下我。快乐时抱着是那时至死不渝朋友，决裂时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？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，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，你只可听到我大笑声，哭泣也未放聲，講不出聲，講不出聲，任由自己半夜驚醒，我只不過偶爾受了驚，於是才遺忘本性。舅舅，别睡了，起来，快点，起来！今天礼拜天，你让我多睡一会儿。快点，有大事，我们要去开家庭会议，是大干着急的。妈咪，喂，精神点儿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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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起来吧，阿娇。哎，妈咪啊，一大早召开这个全体家庭会议，有什么事呢？本来呢，我上次搞了一个杜拜惊喜激情热泪大行动，不过可惜啊，让人弄砸了。我现在呢，决定再搞一个温温馨馨、欢欢乐乐的家庭之旅。这一次我们去奈良。奈良太好了，奈良早就想去了，真的，风景不错。皮笑肉不笑，你们的演技也很差。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跟我去旅行，嫌我闷嘛。上次去日本要陪我去喝绿茶、看能剧，阻止你们去购物，又不让你们吃生冷上火的食物，弄得你们旅行都没心情啊！大姐，他们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用替他们解释了。你们嫌我闷，我还嫌你们烦呢。上次我去学茶道，这群猴子坐在旁边打瞌睡，还跟你们去旅行呢，进一事长一智。妈咪啊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搞个温温馨馨、欢欢乐乐家庭之旅吗？你们一起合伙来撒谎骗我就行。我现在说笑骗骗你们行不行啊？其实呢，我昨天自己一个人想了很久。可能呢，我以前真的是管你们管太严了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你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在处事方面呢，都有自己的见解。所以以后呢，你们自己来判断，你们认为对的就去做。妈咪啊，那我可不可以不去店里帮忙？哎呀，我是不希望你游手好闲。如果你有自己目标的话，你尽管去做。谢谢妈咪。大妈，到我了。那以后我晚上出去过了12点，你能不能别打电话给我？就是别隔15分钟就催婚追我一次。你知道我跟朋友在一起吗？多糗啊！哼，你怕糗啊？12点之前呢，最好打个电话回来交代一声。哦。那妈咪啊，那我没毕业是不是可以拍拖啊？那可不行哦，你着什么急呀？考上大学再说嘛。还有啊，过几天呢，我就要带你去英国选好大学。不去，我要留在香港陪你嘛。最多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努力考上香港的大学。妈咪是不会逼你的，只不过我们要先去选好大学，你就当陪妈咪去旅行咯。是啊，那听妈咪话才是乖女儿吗？妈咪啊，在一个这么喜庆的日子，顺便特赦秀琴好不好？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跟阿琴是两姐妹嘛，哪有深仇大恨的？可不是啊，你以为大姐像你们这么小气吗？早啊！咦，是不是太早没有健身做？要不要给你介绍一间24小时开的？晴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打电话去订位子？
订什么位子？你真没心肝呢你啊！35周年纪念呐，杜拜去不成也得要吃顿饭庆祝一下吧？当然要了，要的。嘿嘿啊，喂，哎，这样吧，你马上打电话给玉满楼订位子吧。订什么玉满楼啊？没有新意。我叫阿琴呢订自助餐了，那孩子们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喽。好啊。哎，那天呢，我们先去吃自助餐，跟着呢就去看电影。好。然后再去唱 K， 好不好啊？哎呦！先别放烟花，先别放啊！妈咪啊，那天去吃饭还有去看电影呢就没有问题了。后面的节目有一点点问题，我告诉你别去了，因为我们以前去的那些卡拉 OK 啊，唱的那些什么有只猫有只狗，一会儿呢又说无赖的那些没有一首歌适合我们唱了。那孩子们喜欢嘛，就迁就他们了。是啊，那就照妈咪的意思吧，订一间老歌最多的啊。好了，可以放了。又有烟花放。哇，这些东西好像很好吃。我们终于摆脱了玉满楼的魔掌了。我就说是味蕾的天堂，我说简直是卡路里的温床，大家少吃一点啊。那也姐夫你的身形呢，确实要担心一下。不过呢，我们这次可以在这里吃东西，其实要谢谢一个人，这个就是小甘。不错，这里实在太难订位子了，可以在这里吃饭呢，就要谢谢小妈，我们掌声鼓励。哦，刺身的。哦，是的。哦，天ぷらよ。那些生冷和上火的东西不适合我们吃。不要紧了，你们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吧，还不赶快去拿？喂，你们不要都走了，拿一些米粉过来给大姐。大姐，你看姐夫，他说什么卡路里温床，你看他那么大的。哎，爸爸啊，我们看这个惊天大屠杀吧，我听朋友说啊，超刺激的。你真傻呀 ！Family 得看大屠杀，当然要找开心的电影看啦。无赖最威，看这出啊，这出好笑，这出。哎，这个正好啊，它很有深度。哎，你笑完以后啊，也不知道你在笑什么。哎呀，你们那些无聊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？大姐喜欢看老电影，《乱世佳人》哈。哎，这部电影要演4个小时啊！哎，让我说啊，谁喜欢看哪出，那就谁跟谁看哪出，反正是一个大厦，一会儿在大堂集合就行喽。干嘛这么麻烦呢？滑稽片我也看的，就看那出什么《无赖最威》吧。我去买票，去买票！喂，掌握好位子。大姐啊，他们去买票了，你真的不怕闷？哎呀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最重要就是孩子们喜欢，他们肯陪着齐英看电影啊，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了。我這種無賴，是話你蠢，還是很偉大？在座每位都將我踩，口碑有多壞，但你亦永遠不見怪。不要，何必跟我這種無賴 ？I love you，活大半生還是很失敗。拿来吧！抢麦克風！喂，当然抢你麦克风了。你呀，你说这些歌不适合你唱，到了这里就拿麦克风就这么唱，还唱了走调，想怎么样？幸好我有准备啊！那是我这，喂，哎，我那手呢？爸爸，我插上了，你拿来吧。喂，阿娇，大姐来了3个小时了，选一首让她唱唱。啊，行，哎，这一晚上你们唱，妈咪没唱过，快点啊！是。不用管我，你们唱。哎，要唱。大哥，你想唱什么歌？我帮你点。当然是英文的老歌啊。哎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是啊，对呀，怎么没画面？看一看，快检查去。没反应啊？是啊，怎么会没有画面了？是要快一点啊！啊，哎，来，准备啊！哇，这是一首什麼歌啊？我不會唱哎，你們唱啊！我來。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，帶出溫暖永遠在背後。縱使囉嗦始終關注，不懂珍惜太內疚。沉醉於音階，他不讚賞，母親的愛卻永未退讓。橋上衝開心中掙扎，春風終可報答。春風快熱灌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顧無言地送贈。
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，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慶祝我跌倒不應放棄，沒法解釋怎可冇着親恩，舊熱歡大是無限，請將我説聲真的愛你，春風化染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顧無言地送贈，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，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，春風化染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顧無言地送贈，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，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，沒法解釋怎可共盡親恩，愛意寬大是無限，請將我説聲真的愛你。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，沒法解釋怎可報盡親恩，愛意寬大是無限，請將我説聲真的愛你。阿信啊，到了英国，你要听妈咪的话，别乱走啊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，抱抱。你说了很多次了。哎呀，妈咪，你看你女儿说的什么态度？行了行了，女儿呢，我会好好的看着她的。这个家呢，你就得帮着我看着3个星期了。嘿嘿，放心放心，跟着你管这个家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也学会了一点嘛。其实管这个家很简单，也就是像养鸟一样，如果你抓得太紧呢，就会弄死它；放得太松呢，它就会飞。所以呢，就要时松时紧，把它们管得乖乖的。啊，对了，你记得选2间铺位，加上阿琴的名字啊。行了行了，喂，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家在哪2间铺位？哎呀，这种事你们自己做主不就行了？行了，大姐，大家是自己人，这种事慢慢不晚。总之你们有时间就去把它办了吧啊。嗯。哎，欣啊，我们也该进去了啊。是啊，大姐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替你看着这个家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哎，拜拜，小心，拜拜，小心点啊。你照顾妈咪啊。哦。哇，这么热，叫我来干什么呀？找间饭店喝杯咖啡多好啊！你以为我真的想出来晒太阳吗？我是带你来看铺位呀，看看在哪加名字吗？大姐临走的时候吩咐过的。难道等他回来才烦他吗？哎，那倒是，那倒是。哎，B街，我们在 B街哪有铺子？这边我记得好像只有3间，2间在乃路陈街做书局的，1间呢就在渡船街做跌打，没了。哎呀，我真是不明白你啊，怎么这一辈子也糊里糊涂、迷迷糊糊的呢？连自己有多少铺位也不知道，全都靠你那个小姨子。哎呀，不是，跟我走吧。哎呀。哎，那间铺子呢？是阿里86年买回来的。知道了，你以为我真糊涂啊？我记得你真有我靠小姨子，那件是那件，我记得那时候买了呢，就租给水果泉了。哇，刚才太热了，太阳一晒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水果泉他有钱，他开张我也来了。他儿子是牙医，儿媳妇呢是护士长。哎呀，我才不管他儿子做什么呢。总而言之呢，我就看中了这个铺位。你的意思怎么样？哎呦，我有什么意见呢？不会，哎。不过这间铺位太小了吧？你不怕吃亏？很小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觉得好就行了，最主要是你觉得好。哇，哎呀，真是这个很多的太阳，哎，你摸摸，哎，是不是啊？比蛋挞还热。哎，先去喝咖啡。喂，我还有话要说呢。啊，还有什么没说呀？哎，我已经查过了，原来这条街呢，很多这么大的铺位啊，都收8万的租金啊，而我们这一间呢，只收3万。那我看租约啊就快要到期了，所以我就想把新租约呢再加3万块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哎，水果泉，儿子是医生，儿媳妇是护士长，有的是钱呢。别说加3万了，加4万也不怕呀。你拿主意吧。哇，中暑了！哎，去喝咖啡。哎呀，晕了。今天
就由我鲍鱼小王子教大家怎么样分辨罐头鲍。那我们唐记的罐头鲍鱼呢，为了防止假冒，所有的商标呢都是用镭射射上去的。好了，我教大家怎么做吧。那大家首先呢，把罐头鲍鱼呢放在热水里煲调2个小时，记着是连罐头一起煲2个小时。为什么呢？那这儿的鲍鱼汁呢就不会漏走了。家伙，在，你们招呼这几位美女啊，大家随便挑随便选啊。咦，亮花姑又来找人打麻将？志新他不在，去了英国。我知道，水白白他也飞了。还可以啊，其实我有点事想单独跟你说。你这只猫叫了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！这种是不是那种什么异国短毛猫？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小 Q 啊。今年几岁了？3岁。3岁啊？猫1岁也就是人8岁，哇，那岂不是24岁？要叫 Q 哥了啊？什么 Q 哥？她是女的。原来是 Q 姐，真是不好意思 ，Q 姐哦。对了，刚才带她去洗澡了？不是，她最近很吵，我怕她吵到别人，就把她带出来了。也不知道她最近怎么了。哎呀，小事。我以前店里也养了一只猫，后来我知道有一种叫什么猫草的，给它吃了之后啊，它有点兴奋，然后玩到精疲力尽的就睡了，没什么声了。我店里好像还有一点呢，反正小猫也不在了，你有空过来拿吧。好啊，谢谢你。小事，Q 姐哦。还可以啊，你可不可以借给我3万块啊？啊！喂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手就没事，不过怀疑耳朵不知道是不是有事啊。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借3万块？是。我跟你在医院见过1次，在超级市场见过1次，一共加起来就2次啊。不是，是3次啊！我还跟你打过麻将呢。好，算是那次，也只不过只有3次而已啊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见过你几次就问你借钱。不过知心去了英国，水白白跟曹平也都飞了，我真的想不到其他办法才来找你帮忙的。那我想我有权问为什么吧？我不说行不行？我考虑一下行不行？不行。这也不行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真的不能等了，我急需用钱来救命的。如果你不借给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还可以，我答应你，我一有钱马上把钱还给你。我求求你啊！你真的还钱才好啊！你真肯借给我啊？不过现在呢，就快5点了，银行都关门了，我明天给你吧。现在4点50，我知道对面有一间银行，我们现在马上跑过去，来得及啊！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那走吧。还可以。干什么？还有一件事，希望你答应我。这件事，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。等等，开门，很快的。喂。不是我不帮你啊，银行也关门了。那这样吧，明天来我店里，我再给你啊。喂，你有提款卡的哦。老练花姑啊，这张提款卡呢，最多提1万，现在交给你了啊。原来你还有一张银行提款卡，可以再提出来。等等的，2张提款卡呢，我给你提了2万，再多我也帮不了你了啊。其实呢，如果你要帮，是可以帮的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看见你钱包里有其他银行的信用卡。那是什么眼睛啊？这也能看见？还可以啊，我求求你，你帮人帮到底吧啊！我不是不想帮你，但是那间银行我没存款啊。不要紧，我们可以预支啊。预支？喂！你说救命，还不快走！喂，大豹，你这么急着叫我出来干什么？你不会学舅舅赌球吧？赌什么球啊？军事业务，这种事不是一直是利益做的吗？小豹啊，所以说你呢，一天到晚老躲着海味店是不行的，只知道对着海味不行啊。
我们家里有几间铺子你也不知道，铺子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，什么事都靠你丽姨，迷迷糊糊的，这怎么行啊？那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在这条街里有多少铺子是属于我们的？那24号，一直往前168号啊，都是我们的。所以说，大豹你真行啊！就这么站在这条街上，几间铺子都是你的。试问香港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？这还用说？这个呢，就称之为年轻时赚钱，老来就享清福了。不过，我听说这些铺子全都是丽姨投资买回来的啊。你丽姨是能干啊，但是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努力赚到第一桶金，打稳了基础，那才可以继续一间一间的买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也要跟大豹你学一学，打好基础才行了。聪明，那学的就学你大豹一个人就行了。啊，千万不要学里面那些。你看看，啊，小赌可以怡情，我不反对。大赌什么时候会发财呀？亮花菇。喂，去哪儿？喂，你无缘无故来投注站干什么啊？没什么。你看见谁了？不是，赌球。3万块，7尔7上盘，麻烦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填错。你赌球？你什么时候学会赌球的？碰碰运气吧。谢谢。这场是切尔西对拦住他，不要再过去了，别让过去了。铲子，你有没有吃饭呢？喂，小心有鬼啊！有鬼呀！喂，这摆明了是插水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喂，给他快！还呀，给他！大豹，走了。哎，你说碰运气的，走吧。我还没跳。进！哎呀！哎呀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该死的切尔西，买你上盘你就开下盘，想赌你赢下盘吗？你又开上盘，人家害死了。哎呀，你笑够了没有？早知道不告诉你了，真是。哎呀，我下巴都笑酸了。可是一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啊！姐夫，有什么事这么好笑？你说出来听听好吧？说我就不会说，做我就会做。来，马上来。好，安哥，你的信用卡，我刚才明明看见你裤袋里的钱包有提款卡，快拿出来提款给我，提不够回家偷给我，快点！喂，你干什么呀？造案被删啊！哎呀，大豹啊，还嫌我不够倒霉，踩我2脚。喂，什么信用卡，什么提款卡？喂，小豹，姐夫在学谁呀？知心的朋友常在心啊。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呢，是人我都叫她美女吗？他以为我叫她2声，以为我喜欢她。那就前2天嘛，硬逼我跟她打麻将。那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，就跟他们联谊一下了。哦，今天他居然跟我借钱啊！要借多少啊？一借啊就3万块这么多啊！对。你不会借给他吧？借钱倒不是问题，这头跟我说呢拿去救命的，那头去投注站赌球赛，拿着3万块去买切尔西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这种事说实话也没得气生，是不是啊？那人家已经跟你拉拉扯扯，让你占人家便宜了，你虽然没摸人家脸，但是你扶着他的手，是不是总要付出代价的，对吧？什么扶着他的手啊？我只碰过他的小猫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女孩啊，真够厉害的。带着一只小猫，假装可爱，连我也会上当，这是有没有搞错？有没有搞错？是吧？你也说是啦。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上次想好赌一场球，想跟你借钱，你死都不肯借。这次人家美女与猫，你就这么大方借他3万块？那我真的以为他借钱是去救命的吗？那你刚才看见他还不扑过去叫他还钱？舅舅不，钱是我的，你这么大火干什么？是啊，生什么气呀？好色是人的天性，那就当买个教训吧。哦，刘先生，我想你也知道，你这里呢还有2个月租约就要满了，那我打算新租约的租金呢就要加到7万块。您没有搞错啊，3万块加到7万块，一加就加4万，你这不是要我老命吗？刘先生，我叫威廉，是唐太太的表弟，我是做物业代理的。据我所知呢，这条街跟这里差不多大小的铺位呢，最少也要租8万块。其实我们加到7万块已经很便宜了，而且你生意也挺好的。
哎呀，威廉哥哥，你不要以为我这里人多就赚很多钱，我这里是旺丁不旺财的。现在那些水果来价都很贵，我不敢加价，我怕赶走那些熟客，很难做的。刘先生，我想这些呢是你的问题，不关我们的事。租金呢，我们是一定要加的了。如果你觉得负担不起，那就另找个地方搬喽。你说搬就搬啊？我知道你谁呀？我只知道这间铺位啊是跟唐先生、唐太太租的，租金的事啊是唐太太的妹妹丽姐跟我们谈的。你如果认为有什么事，就让他们3个来跟我说。唐太太，哎，我不知道什么大唐太太、小唐太太，我只知道那个唐太太，她胖胖的，戴眼镜，是个大好人。那些杀人不见血的人，我认识他干什么？喂，你说谁杀人不见血啊？我说谁不行啊？香港有言论自由，我在这做生意啊。你要买水果就买，你要不买那就快点给我滚，别妨碍我做生意。做人要讲良心的。你真是个神经病！现在你肯加租啊，我也不肯租给你。你准备结业关门吧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才不信呢！舍得出来了吗？啊，你等着用吗？谁说要用了？怎么了，阿琴？吃饭到现在看你一直气呼呼的。换了是你也生气啊？什么事？毕街那个卖水果的，我今天低声下气的跟他说要加租金，他居然骂我杀人不见血啊！什么杀人不见血啊？说话这么难听？喂，3万块租给他这么多年，优待他很久了，现在加一点也很合理啊。他怎么说话这么野蛮？何止啊！我再说2句啊，他就叫我快点滚，还说不知道我是谁啊！那你就告诉他你是唐太太，难道张太太、李太太啊？他说啊，只认识一个唐太太，她是胖胖的。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哎呀，又来了，真是他不懂事。他没见过一个人呢，有个幸福的家庭，有2个老婆，他没见识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是不是？他何止没有见识啊，简直是蛮不讲理，无缘无故说我们没有良心哦！真不像话，什么没良心呢？现在加他租金很合理啊，难道上辈子欠他钱呢？是吧？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他真的生活有困难，我们也可以迁就他的。可是不是啊？我记得非常的清楚。那他儿子呢是个牙医，他儿媳妇是个护士长，生活不错，上了岸了。可不是嘛！我今天看见他水果店的生意不知道多好啊。是吗？好了好了，那既然这个人这么麻烦，就算他这次肯答应我们加到7万块租金，我们也不租给他了，行了吧？对吧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我表弟威廉呢？他是做物业代理的。其实他已经给我找了一个新租客，肯出8万5租我们铺位啊。不过现在想看看你什么意思。嘿，我有什么意思？我当然是照你的意思了，对吧？骂我也就忍了，骂我老婆怎么忍呢？那就不租给他，拿把扫帚赶他走。老板，喂，小豹呢？找他喝杯茶。哦，他出去了。姐夫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正想打电话给你。什么事啊？刚才龙叔一家人来这里啊，哭哭啼啼的问我们为什么要逼死他。龙叔？刘世龙，去，我们什么时候逼死他了？他刚才来质问我，为什么无缘无故加他的租，加到7万块1个月，是不是想逼他关门？哎呀，那真是莫名其妙，哪有的事啊！我只是叫阿琴去加水果泉的租嘛。毕街的那个水果泉呐，我什么时候敢说加他老人家的租啊？哎，他老人家真是搞错了。搞错的那个人是你呀！毕街的那个不是水果泉，水果泉在花园街，他儿子是牙医，他儿媳妇是护士长，是吧？人家杀事的时候已经说不做，把铺位还给我们了。哎呀，那毕街那个是谁啊？就是水果龙叔啊！啊！哎呀，惨了，糟了！哎，我什么时候这么糊涂啊？这搞错了，真是。姐夫啊，你怎么这种事都可以弄错啊？有31间铺子这么多，哪记得哪间是哪间呢？水果全卖水果，水果龙也卖水果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一把年纪了，刚才在我面前哭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小儿子有唐氏综合症，他一家8口就靠这间水果店为生啊。我知道。哎呀，糟了！哎，我打个电话给他。哎，不是，喂，阿丽啊，你马上替我给水果龙打个电话啊，叫他千万不要哭，别哭，加谁的租也不会加他的，是我唐人家说的。哎呀，你不用这么急，你进来的时候他刚走，现在还没回到店里，一会儿我打给他。喂，你一会儿别忘了打，我现在回去找阿琴啊。哎呀，你说怎么弄成这样呢？
你问我？哎呀，这是，哎呀，太糊涂了，太糊涂了！哎呀，司机大哥，潜水完，谢谢，快！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么久不接电话？喂，喂，阿琴，你现在哪里？我正想找你呢。威廉不是帮我们找到一个新租客吗？签了约了。不过呢，新租客说想去再看一次，我现在就带他去看了。哎喂，喂，电话没电了，有什么回去再说。喂，哎，阿琴，哎，司机大哥，补给潜水完了，我要去旺角必接，快！丽姐，你别这么说啊！大家结识了这么多年，你这个人怎么样？难道我不知道吗？不过我这样知道啊，是不是唐先生的意思？是我知道了。其实我早就想到是那个女人了，拿着鸡毛当令箭。是你这么说，我放心了，我一定放心。不好意思啊，丽姐，有空出来喝茶啊！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丽姐怎么说啊？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你上次说7万块不租嘛，那我带个新租客来看看了。威廉，带薛先生去里面看看。好，薛先生，跟我来看看啊。其实这个铺位呢，真的很适合卖鱼丸，因为他们门面够，而且呢，其实你还可以卖其他的小吃。这边呢可以摆放炉子，另外这边呢就可以放个饮品柜，或者叫师傅量一量位置啊。师傅给我量一下。丽姐真让我们搬呢。搬什么搬呢？给我拿个地拖出来。好。刘先生，走，刘先生，走。什么？你别动粗这么野蛮啊！再过2个月呢，这儿的租约就满了，我拿扫把把你扫出去。你说扫就扫出去啊？刚才丁丽姐打电话来，她说绝不会掐我们租，而且还跟我说对不起呢。我不知道阿丽跟你说过些什么。总而言之呢，她只是负责管理的。这一间铺的业主呢，就是我跟唐先生。我看你拿着鸡毛当令箭吧。丽姐刚才跟我说，是唐先生亲自叫她打电话给我，她说就算加租也不会加我们租，她还客气的叫我别放在心上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骗得了我吗？昨天唐先生呢亲口跟我说的，他说一定要加到7万块的租，少一个子儿啊也拿扫帚把你扫出去。我不信，你有本事就试试。你这么本事，阿金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点给我告诉他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要给他加租加到7万块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我是说过。唐先生，原来真是你想加租，你想逼得我们关门，你还是不是人呐？唐仁贵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叫人呢？那他年轻的时候全都这么叫他吗？你那时候还没嫁给我，全文贤西街的人都知道这个大怪物是废物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躲在龟壳里面不敢吭声，那大家就叫他唐仁贵了。龙哥，别这么冲动嘛，那些陈年往事就别再提他了。别再提，我能不提吗？那次1966年。他让人冤枉卖假鲍鱼啊！当时被人抓到警察局，一到警察局啊，就吓得尿裤子啊，想找条裤子换都没有，就这样沤得长血了啊！那个时候是谁给你买药擦？你说？我知道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我对你恩重如山吗？你现在对我就这么狠心啊？你现在发财了，还有啊，那个时候我辛辛苦苦，怎么说我在楼梯口也有个铺位，为了救你这个混蛋啊，我就减价尽快卖了它，钱还不够就左借右借，凑够8000块去通融，那些警察才肯放他不用坐牢。你现在可了不起了，不是大老板收租一加租。从3万块加到7万，加我4万。你知道我一家8口全靠这个水果店为生。我儿子小强，他还有唐人综合症。我知道小强。你现在逼我们关门啊！你是不是逼我们一家人去讨饭？是不是？没事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可怜了，一把年纪，哎呀，这么没良心啊！可不是，这也做得出来，真是忘恩负义。真是别说了。龙哥，哎呀，别这样了，大家几10年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保证不会加你1毛钱租，行不行？是不是真的？是，你相信我。那各位街坊，那我对天发誓，我唐仁贵，我唐仁家，对天发誓，保证不加龙哥1毛钱租金，这样行了吧？谢谢唐先生，不用，谢谢。回来了。是。爸，回来了。爸，是不是吃饭了？
我没胃口，你们吃吧。什么没胃口啊？先吃饭吧。什么事呢都有办法解决的啊。有什么办法呀？约都跟人签了，人家给了1个月的上期，2个月押金，还有威廉的佣金呢，难道不用给吗？全加起来呀，我一下子不见了30万呢。哦，我还以为你生什么气呢？钱这里我有办法解决。那总而言之，不用动你1毛钱私房钱啊，我自己出钱，行了吧？姐夫，什么1个月上期2个月押金？没有，自己弄错了。阿琴呢，他把水果龙那间铺子租给了一个新租客，这样不行嘛？水果龙是我的恩人，对吧？我知道，他救过你嘛。是啊。当年大家都叫你唐仁圭，一进警察局那就吓得尿裤子，还长了癣呢。是他给你买的止痒药膏吗？哎呀，你要报恩的话呢，不如把那间铺子送给他好了。姐夫，店里的租务一直都是我负责，怎么突然会租给新租客了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是你大姐呢临去英国之前交代的。她说啊，有2间铺位呢想加上阿琴的名字，那阿琴呢就把其中1间租给了一个新租客。咦，大姐没跟我说过啊。其实之前呢，我一直都没有管过店里的事。不过现在一管呢，我就觉得你管得不太好了。什么不太好啊？我是想说，做生意呢就不应该公私不分，弄得混淆不清，没别的意思。什么混淆不清啊？我想你不是熟悉租务的事。我们其实肯租给龙叔，除了报恩之外，最重要的他是个好租客。这10几年来没有1个月晚交租，这样的租客上哪儿找啊？是啊，阿琴呐，你不知道现在啊有很多租霸啊，那些租霸不止不交租，还要弄烂你的装修啊、冷气啊，还用那些洋灰来堵上你的水管子啊。是吗？不过我表弟威廉很快就给我找到一个了。薛先生还说，如果我们肯签3年的租约呢，他就一次交半年的租金。其实有没有好租客啊，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去找了。好啊，姐夫，既然你们觉得我办事不尽力，那等大姐回来，我把这些事交给她，你们喜欢租给谁就租给谁喽。哎呀，阿琴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店里的事呢，你管理了20多年了，你不管谁管呢？好啊，你这么喜欢让他管，就全都让他管吧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哎，阿琴，为你讲讲道理吧。阿丽，你知道阿琴那个人了，他的嘴是这样，其实他的心不是这样的。你的心里可别有刺啊，别介意啊。我不介意，他说我做事不好吗？那还说不介意？不介意怎么说？我说了我不介意，也许我做事真的不好呢。那我现在回房，好好的反省一下我自己。哎，阿丽，你也就是心里有刺啦。你现在还这么说，你还这样，是不是？我说了我不介意啊，姐夫。糟糕，这下真糟了。不听我说也就算了，还把我手甩了，嘿，这就有点刺了。你们老点头干什么？帮忙想个办法嘛。哪有办法？坐下吧，宝宝。坐下。那办法呢？我帮你想过了。没有。那你也不是不知道小甘这个人，他是直话直说，有什么他就说什么。你也不是不知道利益这个人，遇到不开心的事呢，也会说几句的。所以真是没办法。更何况这次火药味也不是很重啊，也不算是吵架。虽然不是吵架，句话里有话。嘿，真是阿琴，哎呀，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算了，没事了。唐仁圭，皮肤有问题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是长癣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唐仁圭，我现在就上楼去镇夫刚。阿琴，记不记得大姐怎么教导我们呢？火烧心是人就有，怎么会没脾气呢？没脾气就不是人了。但是发脾气，去做健身也好，打麻将也好，那就发泄一下嘛。千万不要说太过火的话，不然弄得这里有根刺，以后就很难相处了。好了，这口气消了没有？下了火没有？那如果还没下火呢，我一会儿就下楼亲自给你倒杯茶。咕噜，这样把火冲下去，好不好啊？等你待会儿消了这口气，我陪你一起下楼，跟阿丽说声对不起，拔掉这根刺。什么？你让我跟他说对不起？应该的嘛。阿丽这个人真是没得说啊。我们这31间铺子没他的份儿，这么多年全靠他一个人全心全意把生意做得越做越大。
你以为一个女人管理30多间铺子这么容易啊？很多麻烦事啊！试过有一个租霸不肯交租金，阿丽去跟他要租金，那个租客啊照他的脸上就打了一巴，女人都打呀。打了1巴是不是啊？1巴还不够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让人打了多少巴？10几巴呀！打完1巴又1巴。刚才威廉问我说我在这家里算什么？为什么连租个铺子给人都没有权利？这是第1巴。跟着就是那个水果龙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不知道从哪爆出来的，他只知道一个唐太太，这是第2巴。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我老公是唐人龟，说我老公尿裤子长癣，这是第3巴。你说够了没有？哦，那个水果龙啊，说你就行，我说你就不行啊。本来这件事没人知道，只有水果龙知道。你一回来呢，就这么大声的说的全家人都知道了啊！说的全都知道我叫唐人龟啊，还说我尿裤子长癣。现在孩子们都知道了，我本来在他们面前很有尊严的，现在有个屁！最介意的人是我，你生气，我心里那根刺就快扎出来了。你生气，我比你还气。我去妈咪那儿睡，你一个人气个够吧。找哪位啊？请问唐志安在不在啊？唐志安呐？我是安安的朋友，也是他妹妹志新的朋友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常在心吧？找到什么事？哦，是他说的，他说有些剩下的猫草可以借给我。什么猫草啊？他说猫要不乖呢，给他吃点猫草。开始呢，他就会兴奋地蹦来蹦去，但是不到10分钟就会迷迷糊糊睡大觉了。我现在气得直蹦啊！那个阿这么傻，借给你3万块，他真是迷迷糊糊的了，而你就轻而易举拿到3万块了。他把我借钱的事告诉你了？何止我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全文仙西街的人都知道。看你像个人，带着只猫装可爱，博人同情骗人钱。他不告诉别人，那还不是又有凯子让你坑？你别口口声声说我骗钱，那笔钱我会还的。还？你这次不是又来借猫草？借的太容易，还想再借吧？那让我说说是不是？以为还可以喜欢你，叫你一声美女，就以为真的可以继续骗，还可以这个人啊，嘴是这样的，是人就叫美女，连独居长者他都不放过。爱你这么贪钱啊？这么贪钱，你去做刘英啊，去跟那个北嫂抢生意，笨蛋！哎，常德新，你来了，进去坐，我给你倒杯茶。怎么了？又拿那只猫来博同情，想再借几万吧？我把它打发走了。不是吧？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？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？平凡人生，天真过后要怎么走？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？谁无狂想不可告人？难忘时光必须散尽，留下我。快乐时抱着时，那时至死不渝，朋友。